媒体查询是实现响应式布局最核心的工具之一，也是前端进阶绕不开的话题。看完这期视频，你会掌握媒体查询最实用的基础知识，在结尾还会看到它的其他强大用法。让我们开始吧。这个例子非常简单，一个 H1 元素没有任何样式。为了方便演示，这里把 H1 设为红色。现在来写第一个媒体查询。代码包含3个部分 @media 之后跟着的表达式以及大括号中的 CSS 规则。CSS 中以 符号开头的规则叫做规则 @media 就是其中之一。它根据后面表达式的值来决定大括号里的样式是否生效。表达式为真，样式就参与计算，否则这块代码逻辑上等于不存在。表达式用来指定生效条件，这里的 max width 400像素表示视口宽度小于等于400像素时生效。视口就是浏览器显示页面内容时的区域 ，max width 400像素对应的就是最大宽度400像素这个条件。这一行还有另一种更直观的写法，不过并不是所有浏览器都支持，在使用之前可以确认一下，这两种写法效果完全一样。如果你的目标浏览器支持，范围语法是更好的选择。这期视频为了兼容性，后面会继续用传统写法。现在页面跟刚才没有任何不同，我们把屏幕宽度改到400像素以内，可以看到标题变成蓝色了。类似的，我们可以用 min width 400像素来作为条件，也就是当宽度大于等于400像素时才生效。可以看到标题变回了红色，因为现在视口比较窄，条件不满足，大括号里的规则没有参与计算。把视口宽度拉到400像素以上，可以看到标题变为蓝色。这种常见的媒体查询形式其实是一种简写，它的完整写法是这样的。all 叫做媒体类型，它的常见取值还有 screen 和 print。screen 代表屏幕， print 代表打印。我们可以看到标题变为红色，因为媒体类型不匹配，表达式为假。但是在打印预览中，标题是蓝色的。媒体类型的默认值是 all， 没有特别需求的话可以直接省略。and 是逻辑运算符，表示并且。用 and 连接的条件必须同时为真，整个表达式才为真。比如我们设置2个媒体查询条件 max width 500像素和 min width 400像素，并用 and 连接。此时就只有宽度在400像素到500像素范围内时，标题才是蓝色的。除了 and， 我们还可以用逗号来连接条件。逗号表示或，任意一个条件成立就为真。比如这里设定了2个范围，宽度小于等于300像素或者大于等于400像素。可以看到，在300像素到400像素范围内，标题是默认的红色，其他时候才是蓝色。到这里，媒体查询的基础语法就讲完了。在进一步深入之前，来看2个初学者常碰到的问题。先把代码恢复到最简单的形式。第一个需要注意的是，媒体查询不会改变内部规则的优先级，正常的 CSS 覆盖规则仍然适用。所以，如果我们的代码是这样的，那无论视口多宽，标题都会是红色，因为即使媒体查询的条件满足了，里面的样式也会被后面同样的规则覆盖掉。让我们把代码复原。另一个需要注意的是，我们的 head 标签中有一个关于 viewport 的 meta 标签，这个标签告诉浏览器把视口宽度设为设备的宽度。如果你在写代码时漏掉了这个 meta 标签，可以看到我们的标题变得很小，并且改变屏幕宽度后都不会再变成红色。这是因为没有这个标签，浏览器会用一个大约980像素的默认视口宽度来渲染页面。这个宽度始终满足 min width 400像素这个条件，所以不管怎么拖拽，媒体查询里的蓝色永远生效。所以在开始写媒体查询代码之前，务必检查 viewport meta 是否正确设置。现在我们理解了媒体查询的基础语法，但在写真实项目时，第一个问题就是断点值到底写多少。你可能会想，既然要适配手机、平板和桌面显示器，按设备分辨率来写不就行了？听起来合理，但这其实是一个常见的误区。设备更新换代非常快，不可能针对每一种都做适配。况且现在小屏设备也可能有很高的分辨率，尺寸和分辨率不再简单对应。断点的选择应该根据布局在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不自然来决定。这听起来可能有些抽象，让我们看一个实际的例子。这是一个简单的页面，我们要让它能响应式的适应不同的视口宽度。为了让视频更加聚焦，我把样式分成了2块。Base 中是跟媒体查询无关的基础样式， Style 中是我们需要关注的跟响应式布局相关的内容。现在页面看起来还不错，我们慢慢把屏幕拉宽，可以看到到720像素左右时，文字基本只剩1行，图片比例也开始变得奇怪。
这里就是我选择的第一个断点。我们添加一个媒体查询，使用 min width 720像素作为条件。我想让卡片变成2列布局。感觉现在卡片之间有点拥挤，设置一个大一些的 gap。目前的宽度足够把标题和导航栏放在一行，改成水平排列。再加点水平方向的 padding。同样的，下面的卡片跟视口边缘也太近了，加个 padding。页面在720像素宽的情况下看起来还可以。我们让视口继续变宽，在差不多1000像素出头的时候，我觉得图片比例和文字又显得不自然了。添加一个媒体查询，使用 min width 1024像素作为条件。注意，这里先写小断点，再写大断点，因为多个媒体查询可能同时满足条件。CSS 中后写的同级规则会覆盖前面的，大断点放在后面才能保证大屏样式正确生效。我想让这个宽度下卡片变成3列布局。卡片和视口边缘的空间感觉有点挤，我们再加大一点。当视口继续变宽，页面又会变得不自然。不过我觉得3列就够了，内容区不需要太宽。这里通过 max width 来限制最大宽度。到这里，一个简单的响应式页面就完成了。在实践中，团队协作需要一个统一的标准，我们不可能为项目中的每个组件设置不同的断点，所以每个项目或框架都有一套常用的约定值。如果你使用框架或团队有现成的标准，直接跟着走就行。自己实现的话，可以拿常用断点做起点，再根据实际布局来调整。我们刚才选择了2个断点，但实际开发中该怎么组织代码呢？是先写移动端样式，用 min width 向上增强，还是先写桌面端样式，用 max width 向下适配？我们刚才演示的是移动端优先的方式，整个过程非常自然。我只需要考虑在当前视口宽度下，我要的样式是什么样的。另一种方式是桌面端优先，我们对比一下2种写法，你会看到明显的不同。这里我准备好了桌面端的基础样式，可以看到比移动端的复杂了不少。我们逐渐让视口宽度变小，在1024像素附近感到3列布局有一点拥挤。添加一个媒体查询，这里用的是 max width 1023像素。为什么是1023而不是1024？因为前面移动端优先用的是 min width 1024，从1024像素开始生效，所以这里 max width 要写1023，刚好衔接上。把 grid 改为2列布局。修改主内容的 padding 以适应更小的视口。虽然这里只改了一行 padding， 但基础样式里还有好几个属性。我需要回头确认 max width 和 margin inline 在小屏下需不需要修改。结论是不用，但这个反复确认的过程心智负担明显更重。这里修改 header inner 的 padding。同样的，我们也要确认上下文，确保修改了对应的内容。视口继续变窄，达到700像素左右时，布局又开始显得局促。我们添加一个新的断点，把 grid 改为只包含1列。接下来修改导航栏，让标题和链接恢复上下排列。这里写出来的代码就很奇怪了。display block 和 padding inline 0本来就是默认值，之所以这么写，是为了撤销桌面端设的 display flags 和 padding。还得确认一下 display 重置为 block 后 justify content 和 align items 就不起作用了，所以可以不管它们。最后再修改一下主内容的 padding， 页面就完成了。你会发现跟移动端优先的自然流畅完全不同。桌面端优先需要反复确认上下文，心智负担非常重。这是因为移动端样式通常更简单，以它为起点，我们是在做加法，从简单到复杂，非常符合写代码自然思路。而桌面端优先恰好反过来，从复杂到简单，你得不停地决定什么该改，什么该删，一个不小心就可能会破坏原本正确的样式。这就是我推荐移动端优先的原因。到这里，你已经学会了用媒体查询来实现响应式布局，但它的能力远不止于此。来看这个例子，我们做了一张纯 CSS 实现的卡片，它有一个不断上下浮动的动画。样式代码不用细看，重点是我们在 root 尾类里声明了一组主题变量，控制卡片的配色。并且使用 keyframes 实现了这个浮动动画。这里通过 prefers color scheme 这个媒体特性，我们可以检测用户系统的主题偏好，让页面自动跟着切换。当系统切到浅色模式，这个媒体查询就会生效，覆盖默认的变量值，卡片配色也就跟着变了。
另外，有些用户会觉得动画让人分心甚至不适，通过 Prefers Reduced Motion， 我们可以响应系统的 Reduce Motion 设置，提高页面的可访问性。当系统设置 Reduce Motion 时，禁用页面中的一切动画效果。类似的 Media Features 还有很多，我想让你知道，媒体查询的用途远不止响应式布局。媒体查询也不是只能用在 CSS 里，看这段 HTML。这段代码的意思是，横屏时加载一张横版构图的图片，竖屏时加载一张竖版构图的图片。浏览器只会下载当前匹配的那一张，不会提前把两张都下载下来。虽然媒体查询非常强大，但有些需求它处理不了。比如这个页面，文章卡片想复用同一个组件，放在侧边栏没问题，但是在主内容区就会被拉得很长。如果组件能够根据所在容器的宽度自动调整布局就好了。但媒体查询中 min width 和 max width 检测的是适口宽度，不是容器宽度。这正是容器查询要解决的问题，不过今天就不展开了。希望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